这个小女孩第一天上幼儿园就狠狠打了老师的脸。老师提问3乘3等于几？小女孩立刻翻了个白眼，还有人不知道等于9？老师生气了，特意增加难度考她。那你说说15加17等于几？小女孩脱口而出32。老师和她杠上了，直接问57乘135呢？这题连大人也算不出来，小女孩也沉默了起来。老师洋洋得意走回讲台，教育大家一定要谦虚。而小女孩突然出声老师当场呆住，半天才反应过来，这是刚才的算术答案。可老师根本无法确定正确答案，赶紧用计算机算。没想到小女孩真的答对了。老师还在惊讶，小女孩还说了答案的平方根。这新来的小女孩竟然是个数学天才。老师赶紧找来幼儿园园长，园长又出大学高数题考她。小女孩对答如流，甚至还有些不耐烦。我不是来上幼儿园的吗？老师又喊来小女孩家长，来的是小女孩舅舅。小女孩母亲已经去世，舅舅是小女孩的抚养人。老师和舅舅说明小女孩是个数学天才，舅舅毫不意外，直接表示我早就知道了，就想让她像普通人一样学习生活。老师难以理解，他也只能尊重家长意见。不过没几天，小女孩路见不平，打了一个故意绊倒小朋友的坏小孩，被勒令回家反省。舅舅是个游艇看护员，只能带小女孩来工作的游艇上。当着园长的面，他夸小女孩做得对，可对着小女孩还是批评她不该随意打人。小女孩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扭头就问舅舅无奈只能同意。小女孩高兴地下了游艇，跑跑跳跳去抱猫。舅舅一句不许跑，小女孩立马停下走几步，随即再次跑了起来。批评教育不了了之，而小女孩回到家唯一的消遣就是看书，高等数学、编程都是开胃小菜。舅舅看不下去，抢了她正在看的书，她又拿起另一本书，三番两次之后，舅舅只能拉着她出门。小女孩拽着舅舅的胳膊当成绳子，直接拉着往舅舅身上走。夕阳下，他们成为了美丽的剪影。夜晚，小女孩的朋友来找她玩，竟然是个47岁的女人。他们一起聊天谈心，甚至跳舞蹦迪，浪得起飞，一点也没有小孩的影子。没想到这一天，幼儿园老师找上了小女孩的舅舅，他是来劝舅舅给小女孩提供更好的教育，幼儿园会浪费她的天赋。可舅舅不为所动。幼儿园老师回到家还在不解，上网搜索小女孩的消息，没想到他竟然搜到了小女孩的母亲是个天才数学家。老师终于知道小女孩的天才从何而来，可是下一条消息也出现了，天才数学家精神崩溃，于家中自杀身亡。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小女孩的舅舅非要让一个天才像普通人那样生活。老师似乎有所领悟，不再打扰小女孩平静的生活。然而小女孩的天才事迹还是从幼儿园传了出去。这天，一个贵妇找上了门，她自称是小女孩的外婆，要夺走抚养权，把小女孩培养成天才数学家。这个小女孩是个数学天才，本该去大学研究世界性难题，可舅舅却非要把她送进幼儿园学习1+1等于几。更奇怪的是，舅舅自己本来是个大学哲学教授，也非要辞职去当游艇看护员，两个人只能住一个破屋子。小女孩连个自己的卧室都没有。更让小女孩难以忍受的是无聊。幼儿园考试时，老师刚发完了卷子，她就写完了答案，老师只好再给她一份大班卷子。可写完这份答案也就只用了几分钟。这一天，外婆找上了门，送了小女孩一个苹果电脑，里面下满了数学资料。小女孩爱不释手，可舅舅却对外婆下了逐客令，说她没资格来看小女孩。原来7年前，小女孩母亲自杀后，外婆对小女孩不管不顾，最近听说了她像母亲一样是个天才，才来抢夺抚养权。舅舅满口讽刺，外婆一怒之下对簿公堂。法庭上，外婆还聘请了100万律师帮自己抢孩子。律师先是举证外婆是个富婆，能给小女孩提供更好的条件，舅舅却是个游艇看护员，连个独立卧室也没法给小女孩。然后抓住舅舅没有五险一金这一点，质问他怎么给小女孩保障。一时之间，连法官也倾斜到了外婆这边。舅舅承认了一切，却质问了外婆唯一一点，他准备怎么养小女孩。外婆滔滔不绝，要把小女孩培养成数学家，继承她母亲的遗志，继续攻克那一道她母亲没有攻克的数学题。可舅舅却反驳，他母亲的遗志根本不是这个。7年前，他母亲自杀前找到我，托付我让孩子过普通的生活。外婆满脸不自然，却依旧讽刺舅舅，孩子跟着你只能过贫穷的生活。舅舅却一字一顿，对孩子来说，有爱的生活才是最好的生活。按照规定，第2次开庭以前，小女孩得去外婆家暂住几日。没想到外婆安排了豪车，把
小女孩接进了自己的大别墅，还专门为小女孩准备了钢琴。可没等小女孩适应，外婆就拉着她去了麻省理工学院测试数学天赋。在路上，他们路过一面名人墙，上面是7个世界性难题，只有攻克难题的人才能把自己的照片挂在上面。外婆告诉小女孩，她的妈妈生前就在攻克其中一道，因失败而自杀。她要小女孩继承妈妈的遗志。小女孩死死盯着墙壁，大声说将来一定把自己的照片挂上去。殊不知，外婆就是要小女孩像她妈妈一样，成为她手中的工具，攻克这一道世界性数学难题。很快，他们走进了一间教室，里面有个麻省理工的数学教授，提前给小女孩出了一道题，只要小女孩答对，他们就会接受小女孩入学。可小女孩看着题目，沉默了下来。教授扭头看了一眼外婆，仿佛是在宣告你的外孙女没资格入学。外婆很失望啊，气冲冲拉着小女孩走了。没想到半路上，小女孩却开口解释了原因。号称数学天才的小女孩没能解开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出的考验题，外婆只能灰溜溜带着她离开。没想到小女孩却在半路上解释，外婆赶紧带着小女孩返回去，只见小女孩在题目上添了几笔，立刻就让题目变正确，然后飞速解答，直接写了满满2大黑板，顺利得出正确答案。教授目瞪口呆，问她为什么一开始不解释题出错了。小女孩一本正经地告诉他， Frank says I'm not supposed to correct older people. Nobody likes a smartass. 教授尴尬无比，可还是向小女孩伸出了橄榄枝。不过小女孩想要入学，还得等外婆从舅舅那儿抢回抚养权。舅舅本是个大学哲学教授，却辞职当了游艇看护员，养了小女孩7年，只希望她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孩。很快，争夺抚养权的第2次庭审开始，外婆不顾小女孩伤心，请了抛弃小女孩和母亲的亲生父亲出庭，还贿赂她支持自己。幸好舅舅的律师很给力，他让父亲拼写小女孩的全名，他却拼不出来。他让父亲从网上搜索小女孩的消息，明明一搜就有，可7年来父亲一直不闻不问。这下法官质疑了父亲的选择，而舅舅又对外婆发出了灵魂疑问：你真的能抚养好她吗？外婆自信满满，我培养的2个孩子，女儿是天才数学家，儿子是哲学博士和大学教授。可舅舅却戳穿了一切，数学家选择了自杀，身为博士的我辞职当了游艇看护员，我们不顾一切都是为了摆脱你的控制。外婆歇斯底里嚎叫着，一切都是值得的，攻克数学难题是在为人类的进步做贡献。这一次庭审再次僵持，到了晚上，小女孩却崩溃大哭。父亲第一次出现，竟然是在这种情况，而且他根本没想着看看自己。You didn't even need directions. We could have followed you here. 舅舅没有说什么，却带着小女孩来到一个地方。他们等啊等，终于听见远处传来一声欢呼。原来这是妇产科门外，一个孩子刚刚降临，他的家人们开始欢呼。舅舅温柔地告诉小女孩 That's exactly how it was when you were. 小女孩终于破涕为笑，跑去和那家人一起欢呼。她终于明白，每一个生命的降临都带着亲人满满的祝福，她也是。小女孩哄好了，律师却找到舅舅说出了他的隐忧。法官更看重经济实力，舅舅可能会输。没办法，舅舅只能为小女孩找了一对经济实力不错的养父母，以便摆脱外婆的畸形教育。可小女孩不接受，她崩溃大哭，连连质问舅舅 Frank, you promised me. 可最终小女孩还是被带走了。没想到外婆竟然贿赂养父母，给小女孩请了3个家教，天天培训她高等数学，甚至因为她对猫毛过敏，还丢了陪小女孩一起长大的独眼猫。就在猫猫被安乐死之际，舅舅赶到救下了猫。而舅舅终于明白，没有对小女孩的爱，养父母和外婆一样，也不会让小女孩幸福成长。他带着秘密武器来到了养父母家，果然看到外婆也在这里。舅舅义正言辞要带小女孩走，没想到第一个反对的竟然是小女孩，她哭着跑开了。舅舅追上去，好不容易才安抚了她。You said you would leave me. I made a mistake. 回到屋子，舅舅单独约见外婆，和她做了一个交易：我把姐姐攻克世界难题的手稿给你，你把小女孩抚养权给我。舅舅知道外婆争夺抚养权就是为了攻克这道难题。外婆难以置信，女儿根本没有攻克这道题啊，她是因为攻克不了才自杀的呀。可舅舅却告诉她，姐姐死前早已攻克难题，是为了报复她才交代自己等她死后才公布。外婆第一次知道自己引以为傲的女儿竟然恨自己，是自己逼死了女儿。可在舅舅面前，她还是强撑着否认。而当舅舅带给她手稿离开，她看着手稿上女儿熟悉的字迹，上面还有难过的泪水，还有高兴写的 yes， 终于泪如雨下。她也许是个成功的教育家，却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。对于孩子来说，爱比培养
更重要。最终，外婆和舅舅达成协议，小女孩白天去麻省理工上学，下课了就去幼儿园玩耍。对于天才的小女孩来说，这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毕竟，假装普通小孩会让小女孩受折磨，只当天才也会让小女孩痛苦。而只要真正的去爱孩子，才能为孩子找到一条幸福成长的道路。